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我的第一份遗嘱。在开始我的演讲前，我想先问大家2个问题。第一，大家目前写过遗嘱吗？写过的朋友可以举手示意一下。看有1位朋友写过遗嘱。第二，大家觉得什么时候写遗嘱合适呢？好的，那我作为一名办理过很多继承纠纷的财富管理律师，建议大家在有自己可支配财产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考虑起草一个遗嘱了。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故事特别的火，我们称她的主人公为 A 女士。A 女士是一位上海独生女，她的父母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她继承了9个房产，加上其他2亿遗产。而办理完丧事后半年， A 女士的丈夫便以性格不合为由起诉离婚，要求分割 A 女士继承的遗产。而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如果 A 女士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遗产仅由 A 女士1人继承的话，那 A 女士的继承的遗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此时 A 女士面临自己继承财产被分割的重大风险。大家也许觉得这可能是偶然的事件，但是生活中总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去应对这种风险，就是提前订立遗嘱。第一，提前订立遗嘱是保护您自己的家人。首先以 B 女士的案例为例， B 女士和爸爸妈妈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全家有且仅有1套房产。但是出现了意外， B 女士的爸爸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而 B 女士的爸爸去世时，她的爷爷奶奶还是健在的，由此 B 女士家房屋就有了爷爷奶奶继承的份额。而当 B 女士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他们仍然没有留下遗嘱。这个时候 B 女士的大伯、大姑、二姑提起诉讼，要求分割 B 女士爷爷奶奶的遗产。而这个时候 B 女士家唯一的房屋里面就有爷爷奶奶具有的份额，所以 B 女士为了获得自己本就从小一直居住的房屋，反而还需要向自己的爸爸的兄弟姐妹支付近100万的房屋折价款。而在这个案例中，如果 B 女士的爸爸或者她的爷爷奶奶有任何一方留下了遗嘱，愿意把他们家唯一的房产的份额留给 B 女士或她的母亲，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二，订立遗嘱是维护家庭和谐。在我们国家，一般来说都会觉得诉讼是一件撕破脸的事情。当一家人站上法庭，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以后还想要以一样的心情面对自己的家人，其实是很难的。以我自己负责的 C 先生的案例为主。C 先生他的爸爸因为疾病突然去世了，但 C 先生的爸爸其实在生前是用自己的财产买了一个房子，登记在爷爷奶奶的名下。C 先生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居住，赡养自己的爷爷奶奶。但是 C 先生考虑到，如果说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就把这套房子留给了自己，或者说写下遗嘱只由1人继承，那部分的继承人可能就再也不会去探望他的爷爷奶奶了。所以他的选择是没有让他的爷爷奶奶留下任何遗嘱，也没有在爷爷奶奶在世时把房屋过到自己名下。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在法庭上，虽然 C 先生阐述了这套房产是爸爸出全款登记在自己的爷爷名下，爷爷奶奶也多次表示了房子由我的孙子继承，自己一直在照顾爷爷奶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可是由于他们当年买房的时候是80年代，那个时候主要使用的是现金，所以证据比较薄弱。而他的爷爷奶奶也并没有留下遗嘱说明房子归他家所有，所以最后法院也只能判他获得多一点份额，而不能判决所有的房屋由 C 先生所有。但在法庭上，各方针锋相对，气氛一度达到冰点。
如果说爷爷奶奶留一份遗嘱，明确说明这份房子的来历，那可能一家人也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后续的问题。第3点，订立遗嘱能防范婚姻风险。相信大家都想要一个完美的婚姻，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现在离婚率还是很高的。而如果自己的父母给孩子留下一份遗嘱，所有的遗产由孩子一人继承。首先，如果子女双方友好的相处，那留不留下这个遗嘱，其实这些财产也都是2个人一起用。但是婚姻一旦破裂的话，有这份遗嘱将会是对自己子女权益的完善保护。如果说 A 女士的父母留下了遗嘱，那我们可以想象到 A 女士可能就不会面临自己的父母刚去世半年，自己的配偶就起诉离婚，要求分割自己继承财产的一半。第4，讲了订立遗嘱的这些好处，大家可能会想问，那订立遗嘱到底怎么订立呢？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复杂？那我想跟大家说，订立遗嘱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给大家推荐目前我国民法典最简单的一种订立遗嘱的方式——自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也就是说，如果是您本人亲自书写的遗嘱，全文是您本人亲自书写，签了名字，写了年月日，那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自书遗嘱的要件的。当然，还要提醒大家，在书写自书遗嘱的时候要注意2个问题。第一，您处理的一定要是自己的遗产，如果您的遗嘱处理了别人的遗产，那这部分遗嘱会被认定为无效。第二，还有一个就是您书写遗嘱时，法定继承人和利害关系人不要在现场，如果在现场，很有可能会影响您这份遗嘱的效力。法定继承人指的就是依法有权继承您的财产的人，利害关系人指的是跟这份遗嘱有利益相关的人员。比如说，您在遗嘱里把部分的财产送给了您的一位朋友，那您的这位朋友就是利害关系人。在您书写这份遗嘱时，请不要让您的朋友在现场。事实上，我自己去年去英国的飞机上，我也写了一份遗嘱，为的就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如果说自己出现了自己意外以后，家人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我自己代理的离婚纠纷中，我其实往往也会建议自己的当事人起草2份文件。第一份是遗嘱，如果在离婚诉讼中发生了意外，那遗产由谁继承？因为在离婚诉讼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财产怎样的归属。但如果说一方中途去世了，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那其实在诉讼争议的另一个配偶，他直接基于他的身份就可以获得大部分的财产。第2份是授权委托书，授权自己信得过的家人，在自己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时候，能够代替自己做大大小小的决定。否则，如果没有这份授权委托书，在离婚诉讼中您出现了意外，失去了行为能力或成为了限制行为能力人，那很有可能处于离婚纠纷的另一方的配偶基于他的身份可以成为您的法定监护人，决定您大大小小的事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位当事人，我相信会是不利的。人生如同唐僧取经，我们面临的可能不止9981难，未来和风险谁也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所以有备无患，建议大家及时订立遗嘱，为自己的爱的家人留下充分的保障。谢谢大家。